这一生的福报是由什么决定的？然后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就是这一生的福报也传递到来世？这一生的福报，正常来讲是你的前几世，甚至是可能几十世的一个综合的因果，就是它可以追溯到很远，可能是100年前、1000年前，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你上辈子或者是前3世这样的，它的因果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系统，它因为要在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能显现，所以如果你1000年前帮过一个人，可能这一生他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因缘成熟了，他会来回报你。然后按照佛经里面讲的，就是很具体的，比如说一个相貌美好的人，是因为他以前总是去歌颂赞扬佛法呀，然后传播佛法呀，然后他的口业非常好，他轻易不会去侮辱人、辱骂人，说的都是这种很美妙的话语啊，那他的这一世他的声音就会很好听，他的口才会很好，他唱歌很好，然后他如果是总杀生啊，总是虐待动物的话，那他这一生就会疾病非常的多。然后如果是不尊重佛的话，诽谤佛法的话，那个恶报就更大了就会可能就是甚至有一些就是你经常撒谎的话，经常这种巧舌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诓骗别人，那么你可能就会就是不让你说话之类的，就是这种报应吧。就是他的因果其实挺有意思的，他给你讲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一个吗？就是他这个因果准确到就是你的善与恶它是同时显现的，就是讲他自己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婴儿他生下来看不见也听不到，然后不会说话，没有舌头之类的，但是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贵的人家，这就是因为他的前世是一个非常愿意这样布施的这种捐款的一个慈善人士，但是呢他做了一件去冤枉别人的一个事情，所以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恶报，但是他又因为布施非常多所以他必须有这一生拥有很大的财富，所以他就出生在一个富贵人家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因果法则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出生在非常非常贫困的家庭，然后可能饭都吃不上那种，就是那种非洲的一些偏远的一些然后你也没有任何致富的机会。然后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又傻又呆，然后又身体又不健全，就是这些都是按佛教来讲都是有因果的原因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去多按照他的说法去积累你的福报，就是要帮助别人布施，然后要说善言善语，不要去诽谤别人，不要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佛法，然后能够宣讲佛法的话，那当然是更好的。也是一种解释吧。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我看过，就是有一个流行病学的，就是关于投胎转世的一个研究嘛，就是美国的科学家，他们调查了总共大概有4000起的那种再生人的那个案例，就是有一些小孩他不有前世的记忆嘛，然后他想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研究，就是他这个福报到底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就是到底是什么来决定这个小孩他从一个穷人家来投胎到富人家。然后最后就是把很多因素全部都排除了，就发现他只跟一个因素有关，就是他一个人是不是每天都过着圣洁的生活。好，那Kevin，你对圣洁这2个字你是怎么样定义的？圣洁啊，就你说的这个圣洁是贞洁吗？我先以为是贞洁，但后来发现不完全是，可能就是他是不是每天都冥想啊，每天都来提升自己的灵性啊。
哦哦，这个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冥想、打坐呀、精进这种的，尤其是学佛学的话，也是有很大的福报的。比如说，学佛学得好的人，他的福报就是相应的果报，就是他讲话别人会更认可，会喜欢听，会更有影响力。哦，就比如说像很多名人，他为什么那么受大家的这种推崇啊、拥戴啊？就是因为包括一些大的领导啊、政界的，就是他这个影响力也是他的因果导致的。你说的那种圣洁，就是很精进的生活，一定是很好的，就是非常对自身的福报是有好处的。就它属于很大程度上在提升自己，提升自己，实际最后你要成菩萨、成大乘菩萨的话，你都要帮助别人的嘛，所以它是一条线上的东西，提升自己之后，你才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菩萨吧。也就是说，佛教它讲的菩萨大乘佛法，它实际就是你最后，你无论觉悟了什么，你提升到什么境界，你最后都要去度化这个宇宙的众生的。你不能说只有自己出去，你这也是出不去的，因为宇宙整个的心灵啊，或者说灵性，它是相连在一起的，最终出去是整体一起出去，整体醒来。不会说是某一个灵体啊怎么样自己出去了，然后剩下一部分还留在这个宇宙当中，最终是整体出去的。所以只有一乘就是大乘佛教，它一定是要度众生的。我就听说，如果是说，就是要一世成佛的话，那就相当于可能就是那个考试要再考上那种就是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的前几名，有可能对，然后，但是就是一般人的话呢，还有40秒，如果是说能够考个985啊，能够进阿修罗道，那或者天人道，那也稍微好一些了。是，只要是3善道，我觉得就都是挺不错的选择。但是阿修罗道是3善道吗？阿修罗道到底是啥？是啊，阿修罗道就是人有嗔恨心，但是他福报比较大，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说他们拥有很强的能力啊、寿命啊，但是就是他们的嗔恨心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投到了这一个道上。你对刚刚那个伦敦火车站事件，你最后有啥感想？你说谁对谁错是吧？对，我觉得像这种网络上发酵的事情太多了，就是因为一些争议，然后网络发酵，很多人互相攻击、谩骂，然后或者有些人因为在网络上因为舆论占下风嘛，然后被惩罚、受到处分。我觉得这种事儿，因为你不是当事人，或者说你没在现场，或者就算你在现场，你没有一个全局视角，你都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听你这么聊，可能你说的这种，你是说那个中国男的他撒了个谎，然后就说 don't touch her，对，然后最后谎言被揭穿了，然后灰溜溜的走了，是这个意思是吧？对，就是主要就是他咆哮导致整个事件升级嘛，而且他最后他的那个目的也没有达到，他希望删视频，人家也不删，结果最后反而他们经费也取消了，然后央视的视频也没发下去，他最后他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觉得就是双方确实都有过错嘛，这种东西，相当于2个人都在用一些不讲理的方式在争取这个利益嘛。你想让我说谁错的更多一点吗？还是怎的？其实还是想回到你那个问题嘛，就是前面的问题嘛，就如果是说假设
跟别人有矛盾嘛，然后被别人打了，然后呢，后来发现，哎，实际上是互有对错的。会有对错。那我觉得那需要跟他去解释。这个假设他不是那种教授一样的人物啊，也必须得那啥，只是相当于评级的，评级。那我需要去指出他的错误，还是说只是跟他道歉我的错误，还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那个平和的那种的，但是又比较那个不卑不亢的态度。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跟别人有发生这种事情，首先你是没有资格去指出别人身上犯了哪些错误的，这只会加深你们之间的矛盾。就是错误，你如果去指责他，他是因为你是跟他有冲突的这种人，他是不会听进去的，你懂吧？对，如果换一个人，比如说换一个第三者，他可能会听进去一些。如果是你的话，他可能听不进去，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去当面指出他的错误。你自己知道你有哪些错误就够了。然后至于说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关系的补救，就完全看你在不在意他，或者说完全看你的内心到底安不安嘛。如果你觉得内心不安，那你就去做呗。如果你觉得你想挽回这段关系，想补救这个关系，那你就去做呗。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你内心也觉得平和，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嗯，有的人他跟人相处，他就是那种不流于表面的，他比如说他不会去做这种礼节性的问候呀，或者说是过年过节去给你发这些祝福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真心的在跟你相处。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跟一个人相处，如果我对这个人完全不在乎，我甚至不会去编一大段话去跟他 battle，对，你懂吧？我根本就不 care 他，我怎么会跟他废话这么多，甚至还让我自己生气去讲这么多东西，你懂吧？所以他在外面臭大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你懂吧？就是重要的是你跟他之间是怎样的相处，懂吧？你不需要去找一个外在的认可，你懂吧？就是你觉得他是个坏蛋，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你内心还不够笃定，然后你还要去找一下，看他有没有什么负面新闻，社会负面评价，其实这完全没必要，一点必要都没有，就是这个帮不到你。这个没用的。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实际上他有很多一些案例嘛，那些我真正放下的，我也想不起来了，我确实彻底的给他放下了，所以他有一个幸存者的一个偏差，然后第二的话呢，我有超忆症，可能那件事情，如果我不说的话，那可能就自然忘记了；如果说的话，反而加深记忆。你的记忆力确实特别好，对。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有些痛苦，别人都已经忘了，就是因为你有超忆症嘛，所以确实能记得能牢固一些。就是我觉得也是，就像你有讲，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他是一个多么臭名远扬的人，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是无罪的，我是没有愧疚的。就是还是要看具体的事儿，然后具体你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然后，对吧？如果说就是没有问题，那就跟他是好人坏人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就是问心无愧嘛，就可以了，你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这个事情就忘记就可以了。对对，你都有，每个人都有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的事儿，我都是经常的，然后一件一件的再重新消化，然后再化解，然后再怎么样，就是当然也确实看到一些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确实也是存在的，都有。
怎么说吧，就是可能我之前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女生，她后来就是通过我 QQ 的发了很长一段话来骂我，然后就从此绝交了。我觉得当时我是非常的不理解，非常的就是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本来关系挺好的，突然一下就变得成这样？过了很多年，因为我反复的去看他给我发的那些话，后面我就理解了，我就知道，当时确实是因为不了解他的这种家庭关系，所以触痛到他了。就是很多时候你不了解别人的经历，就是可能在你觉得这些话都是无所谓，都是些日常的话。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聊天，我们聊到一些自杀的话题啊，或者死亡的话题，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假如有另外一个人在场，他可能家里面有一个人自杀了，或者说是有这种痛苦经历，他可能就会觉得非常难受。然后他会把他的这些负面情绪都给爆发出来。他可能并不是因为针对你，或者说是怎样，就是因为你没有察觉到，或者说你对对方还没有那么的尊重。比如说他给你提醒过，但是你当时因为只是在乎自己嘛，没有留意别人的话，或者没有去体察这些细微的东西。对于那些心思非常敏感的人，他可能就会接受不了。对，所以你需要去好好的去回顾你们之间的经历，然后你的内心接受这件事情，接受这些后果，然后你成长了就行了，也不是说你非得又回去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给它给捋直了，其实也没必要。很多时候一件事情过去了很长时间，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去修复了，它更大的价值是你今后的跟人相处，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